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原因是你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这是中国老话，形容一个人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您就是那个，因为你命中没有财库啊，命中无财，没有大财。你是一个来这个世界上修行还债的人，你前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你今生是没有好命，更没有横财。那你有横财的结果就是这个财来得快，走得更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当个程序员，反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所以你这个人最好的人生策略就是你把钱存在你老婆账上啊，你老婆反而是有财库的人。我们现在看下一个，尊敬王叔你好，我之前已经给您算命邮箱写过2封邮件，今特意再通过网友来信信箱啊，把我的人生完整呈现给您。等等，我只有一个信箱啊，那你给哪个信箱写2封信？因为我把我的人生完整呈现给您，我深知只有将坎坷和际遇毫无保留的交托出来，才能让王叔真正体会到我求教的真心啊！这个非常感动啊，这是对的啊！我出生在农村，命运仿佛自起点便蒙上了阴影。8岁那年，父亲在老家建新屋，却偏偏选在一口老池塘前动土。那一刻起，厄运随之而来。母亲先是被石灰灼伤，数月不能落地；父亲竟而精神失常，2年方才恢复。新屋虽立，却仿佛承载着池塘的所有阴煞。搬入之后几年，母亲患上精神病啊，父亲刚精神病好，母亲也精神病了，最终在2010年喝下农药去世。至此家运急转直下，兄长屡次入狱，而我在母亲去世第2年突患强直性脊柱炎，关节如火，脊背弯曲，只有靠着止痛药苟延残喘，直到后来流亡海外，转而从事按摩，在帮助他人舒缓的同时，也像是自我疗愈，这才逐渐好转啊！我的打拼之路同样曲折。2006年啊，就这样的家庭出身的，你基本上没什么选择的，什么挣钱干什么，只能这样。我的打拼之路同样曲折。2006年技校毕业，先后做过秒表维修、按摩椅维修，之后自学 Java。短暂当过程序员。2013年我积蓄10万，与人合伙创业装修公司，3年倒闭，欠债100万。彼时我已心灰意冷，幸而身边有2个女儿（括弧大女儿虽非亲生，但自始至终视若己出），让我不得不坚持下去。2017年底，命运给我一个转机啊！一位客户看中我的人品，拉我入股金融公司，那正是王叔您在直播里常讲的资金盘，拉人进直播间教学，再导入 MT4 黄金交易，100倍杠杆，10之8九亏损。我们靠亏损的钱生存啊！这是我说的那种啊，最早的啊，我们张明星那时代我们就玩这个。2004年我玩这个啊。虽尽力做到0投诉啊，却终究违背天理。我心知不正，却因债务缠身而被迫涉入。短短1年，我还清债务，还挺能挣啊，1年挣100多万啊，不止，还在深圳购得房产，1年挣1000万了。2018年，第3个女儿诞生，这是命非常好啊！我看从哪年？17年到18年，1年啊，你们就知道我跟你们讲这个资金盘 MT4 资金盘有多挣钱，就是客人存进来1000万，你能拿走他700万。而且还是这是公平合理，你不作弊，你要作弊的话，我操，那你说1000万能拿走他2000万啊？但风水有转轮，气数终有尽啊！这他说的有些东西不对，一会儿我会给他改啊，我会点醒他。2018年底，同行接连被捕，我们迁往缅北小孟拉。2019年行业混乱，亏损频频，有人改行杀猪盘，我们审时度势，选择干脆解散啊！然而因江湖余波未平，我们终被通缉。此时我虽已置业豪车，却深知此路有恶报。2020年，我在家闭息1年，像是在偿还命债啊！你还是怎么命债？你杀人了吗？你杀人，你要是杀过人的话，那你不用给我写信了，那我救不了你。以我的道行，你要是有命债，那解决不了，你吃斋念佛出家去吧啊，那你当死了呗。那你要是偿还命债，你这个命如果指的是命运的命啊，那我们就接着分享。2021年，我发愿走正道，把所有积蓄投入亚马逊跨境电商，前后投资400万，一夜化成灰，这不是那块料啊！眼看2022年业务即将见曙光，却传出缅北某旧老朋友因被举报而被捕，为避祸，我随前老板出逃马来西亚。1个月后，果然资产尽封，护照失效。老板想重操旧业，我毅然拒绝。幸而上天不绝我路，我独自申请到了澳洲签证，从此孤身流亡澳洲啊，他跑到澳洲去了。在澳洲，我打3份工为生，每月寄钱回国养家。直到我接触到 Twitter 与 YouTube， 我才明白政治庇护4个字。于是我公开发声反共。2024年正式提交政庇申请，如今已满1年啊，那恭喜你啊，那就在澳洲算是稳定了。王叔，这些经历除了父亲与妻子无人知晓，今日托心于您，不是为了求一句吉凶，而是希望你与玄学慧眼为我指点命运。池塘煞气，无宅不祥，病痛缠绕，财运骤起骤落，种种迹象都让我深信命中有此一劫，唯有认清方能超越。我如今最大的心愿不是荣华富贵，而是尽快拿到身份，把妻子与3个年幼的女儿接到澳洲团聚。他们只有7岁、9岁和11岁，而我自2022年离国，已3年未见，每夜梦回，唯有女儿笑声在耳，却触手不可及。我愿奉上1000澳币作为诚心之礼，恳请王叔拨冗推演啊！不要，这钱我不收啊，我免费给你帮忙。无论吉凶，我皆愿以平常心受之，只愿在这迷雾命运里能得到一点光，照亮我与孩子的前路。感谢王叔在百忙中读完这封长信，唯愿天地护佑您与家人安康长乐，敬上某某某啊！名字我就不念了，他真名我留下了。照片我也看了啊，你的面相啊，你老婆的面相，包括你3个宝贝的面相啊，都没问题啊，都是长命之人，所以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你的问题在哪儿呢？啊，你的问题呢？什么？你说什么老家修了个池塘的房子呀？然后你家就家道中落了呀？什么？你什么这个叫什么？风水轮流转，气数终有劫啊！然后你就破产了？哎，这个都不对啊，不是这个原因。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？真正的原因是你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。
这是中国老话，形容一个人心比天高，命比纸薄，您就是那个。因为你命中没有财库啊，命中无财，没有大财，你是一个来这个世界上修行还债的人，你前世做了伤天害理之事，所以你今生是没有好命，更没有横财。那你有横财的结果就是这个财来得快，走得更快。所以呢，如果你老老实实的当个程序员，反而没什么太大的问题。但是呢，你一旦挣了1000万啊，就是换句话说，如果你的财帛是一个宫，是一个库的话，你这财库是装不下1000万人民币的。你见1000万人民币必为负啊，必英语那个程序员们 Java 叫 flip， 你到挣1000万，啪 flip 负1000万。所以你这个人最好的人生策略就是你把钱存在你老婆账上啊，你老婆反而是有财库的人。但是呢，我估计你可能没干这事儿啊，所以呢，如果要是只是查封了你，那如果你把钱以后都存到老婆身上啊，反而不会被查封啊，查封也查封不到人家那儿，你想个办法洗一把了啊。所以呢，3个孩子非常好啊，古灵精怪的啊，都很可爱啊，将来长大了必然会跟你团聚的。你现在选择是对的啊，不要再重操旧业了。因为你挣钱留不住，你再挣钱就是再弄资金盘杀猪盘你也留不住。所以呢，你在澳洲呢好好的打工，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，也别弄自己太累了，打3份工没必要啊，你就打1份工2份工，然后在澳洲，因为你还年轻嘛啊，你在澳洲呢学一个正儿八经的 license 啊，你这才40岁啊，你并不小并不老啊。比如说你学个大卡车司机啊，或者你学个什么护理啊、护工啊，然后你找一个啊每小时能有30澳币这样的稳定工作啊，有保险的、有工会的，你就可以实现你的梦想了啊！你不一定要打3份工把自己累死啊，因为你啊没有财库啊，你小心把自己累死啊！所以这个是对，你开不了车，因为你有脊柱问题啊，当然你可以当护工嘛，男的当护工很好的。所以骗人的买卖啊，资金盘杀猪盘的买卖你不能干。翟山鹰，我要拿翟山鹰举例子了，你们命好，这个开局面板好，你能跑得过翟山鹰吗？翟明占什么就是他爷爷还有那是延安保医院的，幼儿园是跟李鹏同学的，那你们能跟他比吗？他都扛不住啊！所以真的是举头三尺有神明。求财一定要从正道上来。你搂邪门可以，你炒币可以，你炒股可以，但是你不能直接打电话拉杀猪盘。为什么会有怨气啊？人家认识你。为什么股市是伟大的骗局、伟大的发明？因为在股市上不知道是谁把自己的钱骗了，大家彼此之间盲盒游戏，所以这是股市伟大的地方啊！所以在股市上，只能是愿赌服输，没有怨气。但是你打电话什么不杀猪盘、发假 email， 那个都是有怨气的，那个钱是不能挣的。能挣那些人的钱是他妈洪森那种人，你能跟他比吗？你要干这个事儿之前，你要看看自己的命相，你看看自己的面相。必须是坏的冒渣的，前世是这样的人才能干这个活。我给你举个例子，就是说打猎嘛，在我们温哥华，我认识很多有枪牌的猎牌的啊，老板嘛，刚来了之后都想打猎嘛，这个没有一个有好下场，就是杀过熊的、肢解过熊的，真的是没有一个有好下场。有的人还杀好多熊，杀几十头熊，我操，然后都自己被分了嘛，自己被分尸了。只有一个例外，温哥华太古广场有一个枪店，那枪店老板是个广东人，老广，他从大象到狮子到狗熊，他杀一溜够，他什么事没有？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是屠户命，他就是一个杀戮的机器。他如果要是在乱世，他就是杀人；盛世他没人可杀。他就只能去非洲打大象去，他经常去非洲打大象、打狮子啊，花钱。那个非洲是可以干这个事儿的，你花钱买就行了。但是你跟着他去，你就完蛋了。他没事儿，人家是屠户命，他命里边他就走那道的，那就是像黑道一样。你不是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你是个大学生啊，戴着个斯文眼镜，你去那跟着混什么的？所以，你呢就是好好的干啊，踏踏实实干个工作。政治庇护挺好的啊，政治庇护你能拿下来，那也是要恭喜你啊。按摩院和中餐馆的后厨卧虎藏龙是好嘞。谢谢点赞和订阅哦。